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女人的卵巢功能会开始衰退，这时雌激素分泌减少，就会进入绝经阶段。那女人绝经前会有哪些表现呢？表现一：情绪低落。当女人进入绝经期，经常会不明原因的出现易怒、脾气暴躁、情绪低落等症状。其实这是因为激素水平不稳定，控制不住自己，所以才会情绪低落、易怒。表现二：失眠多梦。女人过了40岁以后，如果经常的失眠多梦，半夜还容易醒来，这也可能是要绝经了，因为体内激素水平发生变化，就会影响到睡眠。表现三：月经不调。当女人进入绝经阶段，体内激素水平会下降，这时月经周期和月经量都会受到影响，卵巢功能也会变差，所以要多注意。女人如果不想绝经太早，平时要适当的补充雌激素，可以多吃一些豆制品，还有用玫瑰花泡水喝，都能够帮助平衡体内激素，让卵巢、大脑反应慢、记性差。每天做2个小动作，大脑越来越灵活。动作一：摇头晃脑。这个动作站着、坐着都能做，将我们的头部前后左右的摇晃，每次摇晃2到3分钟。因为我们的颈动脉是向脑部供血的管道，那这个动作可以帮助增加脑部供血，对提高记忆力有很好的效果。动作二：锻炼手指。通过锻炼手指可以帮助刺激大脑，延缓大脑衰老。方法很简单，将双手握成拳，手掌心面向自己，然后将左手的大拇指和右手的小拇指一起伸出收回，再将左手的小拇指和右手的大拇指一起伸出收回。这样反复练习2到3分钟，可以逐渐的加快速度。这样锻炼双手可以帮助提高记忆力，让大脑越来越灵活。上面这2个简单的小动作，大家可以经常做一做。除此之外，大家还可以经常运动，多喝水。运动可以刺激大脑皮层活动，有很好的健脑作用。而多喝水可以帮助延缓衰老，对大脑也有一定好处。生活中很多人都存在肚子大的问题。不管男人女人，如果肚子赘肉太多，很容易引发疾病。那该怎么减掉肚子上烦人的赘肉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这个动作就是抬腿。拿出自己家的瑜伽垫，平躺在上面，让腰背部和手臂都紧贴在地面上，这样保持不动。然后用自己腹部的力量向上抬起双腿，双腿并拢伸直。当达到最高点的时候，停留3到5秒。然后慢慢的放下，再向上抬起，这样睡前反复做50次。那这个动作可以锻炼到腰腹，有助促进脂肪燃烧，对瘦肚子、减肥都有一定帮助。如果有肚子大烦恼的朋友，可以每天睡觉前做一做，只要长期坚持就会看到效果。不过想要减肚子，除了运动，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，要减少高脂肪、高热量食物的摄入，多吃蔬菜水果，多喝水。只有运动和饮食相结合，这样才能让你瘦得更快。我们的好朋友木子，很多坐办公室的人会发现自己的大肚腩越来越明显，腰也变得越来越粗，曾经的裤子也穿不上了。但是自己没有时间，也懒得运动，那该怎么办呢？今天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躺着就能做，每天睡前做10分钟，帮你减掉大肚腩。大家晚上睡觉前如果没事了，就可以躺在床上，或者是地上铺个垫子，平躺，将双腿分开成一个大8字，双手向身体两侧伸直，与肩膀在一条直线上，然后将上半身抬起来。抬起的同时，右腿和左手手臂也抬起，用左手尽量的去触碰右侧小腿。做完再换相反的方向，这样左右交替做5到10分钟。如果感觉到累了，可以适当的休息一下。那这个动作可以帮助锻炼腹部肌肉，对减肚子、瘦身有很好的帮助。不过要长期坚持才行哦。想要减肚子的朋友，平时呢还要多注意饮食，多吃水果蔬菜，避免久坐不动。坐时间长了就起身活动活动，这样可以避免大肚腩的出现，对身体健康。肚子的方法有很多，可以通过饮食，也可以通过运动。那说到运动，很多人想到的是不是仰卧起坐？其实除了仰卧起坐，还可以试试下面这个蹬腿动作。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。自然站立，双脚分开和肩同宽，双手在后背相互握住，然后抬起我们的左腿，
左腿的大腿和小腿呈垂直的状态，用右腿支撑身体，腰腹部保持收紧，然后左腿用力的往后蹬10次，再换右腿往后蹬，也是蹬10次。每天做5分钟左右。注意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肚子要保持收紧。如果站不稳的话，我们呢可以用一只手扶着椅子或者是墙壁。坚持练习这个动作可以帮助燃烧脂肪，不仅可以减肚子瘦腰，对烧大腿也有一定的作用。除了运动，平时我们还要注意避免久坐不动，要不然容易让腰腹部脂肪堆积。多注意饮食，多吃含有膳食纤维的食物。晚上吃完饭后可以出去散散步，这样对减肥有很大帮助。喝水不如会喝水，每天这3个时间段喝水或许更易长寿。第一个时间，早上起床后。经过一晚上的睡眠，早上起来我们身体是处于一个非常缺水的状态的。如果这时能喝一杯温开水，不仅可以帮助补充水分，还能够帮助清理肠胃，有助身体排毒，对身体健康有益。第二个时间，吃完饭后。当我们吃完饭后，肠胃是在大量工作的，如果这时喝一杯水，可以帮助减轻肠胃负担，还能促进肠胃的消化和吸收，对缓解便秘也有很好的效果。第3个时间，晚上睡觉前。除了上面的2个时间，大家还可以在晚上睡觉前半小时喝一杯水，因为我们睡觉时血液流速会变慢，血液粘稠度也会增高。如果睡前喝杯水，可以帮助稀释血液，预防血栓形成。所以大家如果每天在这3个时间喝水，对身体健康是非常有益的，也更容易使人长寿。那大家都知道，我们身体呢是离不开水的，所以大家不要等到口渴了才想起喝水，也不要用饮料代替水，只要养成一个良好的喝水习惯，才能让你更长寿。岁之前，若这3处出现白发，可能还是身体出现了问题。第1处，后脑勺。如果50岁之前后脑勺出现了白头发，就要小心，可能是肾脏出现了问题。那中医认为后脑勺和头顶是肾脏的反应区，所以后脑勺出现白发，大家呢可以多吃一些补气血和黑色的食物，有助补足肾气。第2处，两鬓。两鬓是肝脏的反应区，如果两鬓出现白发，很可能是肝脏出现了问题，比如肝火旺盛、肝炎等，所以大家也要注意。建议大家少熬夜、少抽烟、少喝酒，可以多吃一些护肝食物。第3处，前额。前额是脾胃的反应区，如果50岁之前出现白发，很可能是脾胃不好导致的。建议大家管住嘴，少吃辛辣、油腻还有冰冷的食物，3餐定时定量，注意保暖，有助脾胃健康。所以上面这3个地方出现白头发就要小心了，最好检查一下，看看是不是身体出现了问题，好及时调。冰箱坏得更快的3种食物，你知道几种？尽早告诉家人。第1种，黄瓜。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，买回来的黄瓜放在冰箱，没2天就已经腐烂了。这是因为黄瓜放到冰箱里，一旦触碰到冰箱内壁，表皮出现进水的情况，就容易出现腐烂。那建议大家放在干燥、洁净、不要太通风的阴凉处会更好一些。第2种，西红柿。西红柿是很多人喜欢吃的，大家也喜欢将吃不完的西红柿放在冰箱内。西红柿若是经过低温冷冻后，很容易变质，出现腐烂的情况。建议大家可以将它洗干净，放在保鲜袋里冷藏起来。第3种，青椒。青椒是家里经常会用到的食材，不过青椒最适合储存的温度是7到8度。如果在冰箱中放的时间太长，很容易被冻伤，出现变软、变味的情况。建议大家将青椒放在干燥的阴凉处保存，还可以用报纸将青椒包起来，这样会更好。所以大家在买菜或者是其他东西的时候，最好少买，只要够当天吃的就行，要不然放时间长了，食物变质，这样就很浪费。胃部不好的人，立秋后做好3件事，强健肺脏，养肺护肺。方法1，自然站立，2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2腿微微弯曲，呈下蹲的姿势，双手放在胸前，弯曲手肘，然后站起时做扩胸动作，同时配合着腹部呼吸，这样反复练习3到5分钟，可帮助扩大肺活量，强健肺脏，对养肺有很好的效果。方法2，多吃养肺食物。
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常见的养肺食物有莲子、百合、雪梨等等，这些食物立秋后吃，对肺部有非常好的保养作用。方法3，每天进行有氧运动。大家呀都知道，运动对身体有很大好处。立秋后，大家可以早晚出去进行适当的有氧运动，比如慢跑、快走、太极拳等，每天坚持对肺部健康也是有非常大帮助的。那立秋后天气呢比较干燥，所以很多人心肺功能可能会出现问题，不妨试试上面这3个小方法，坚持下去，肺部可能会越来越好哦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